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组分油盘，比较特别。这一组分油盘是从香港的一家保养厂送过来维修的分油盘。这颗分油盘呢，它是用在1986年的宾士威根 W460的280应该叫做280 GE 上面的分油盘。那我们看到这颗分油盘，它是属于一代的分油盘，一代机喷的分油盘，它并没有插压阀来调整油室的上下油室的压力。那它是利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加热阀来调整它的压力差，然后顺便达到冷车加浓，就所谓 Q New 的功能。因为它这边有个加热线，它的角色主要就是作为第一代机喷的提供上下油室压力差来决定供油量系统的供油量的一个元件。那这组分油盘，大哥现在已经把该接的管路都接上去了。然后我这样大概介绍一下啊。这颗280的分油盘它当然是6缸。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接冷车喷油嘴的。那大哥把它接这个系统压力系统压力表来做检测。这个加热阀呢，它是由这个位置呢，然后它的提供卸油，一直到这个14开口14的这个大孔螺丝，然后再经由这个地方回流到分油盘作为它卸油，利用卸油的这种方式来达到它压降的效果，产生上下油室的压力差。那大哥已经把它的这个卸油压力也表上接上去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大哥来接电，来送电，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大哥刚第一次接手的时候，它的状况。OK， 好，大哥，开始要供油了，开始要送电了啊！我把电源打开。其实我们要注意看的是，这个分油盘其实它第一次供电之后，我发现它不正常的地方就是，我一供电，等于说汽油泵一打的话，这个4孔、6孔的分油盘的出油孔都已经在出油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今天一送油引擎还没有踩油门，引擎一发动的时候，它这边就直接就马上供油，侧流板还没有被负压所吸动的时候就产生供油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不应该漏油的，应该要我们侧流板因为有引擎发动有负压，大概怠速的时候，大概是这个开度的时候，它才开始供油。那如果我们没有负压，侧流板没有压动的时候，它不应该供油的。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大哥有发现它有这个现象，我引擎一启动，汽油泵一转动供油的时候，这个油孔就已经出油了。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大哥现在开始供油。好，我们看到这个油已经出来了。这个是不正确的。照正确是应该在怠速的时候，大概这个开度的时候才应该供油。所以这个分油盘目前碰到的第一个状况，大哥发现它是故障的。故障的现象就是引擎一发动它就供油了，侧流板还没有被负压吸动的时候它就供油。OK， 好，我把这地方擦干净我们再来看看。OK， 好，大哥现在启动电门供油。我们有很明显看到，它已经在开始供油了。那这个问题大哥一定要先解决，
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这颗分油盘还没有整修之前，它整个供油量的状况。这个分油盘大哥已经把它供油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启动之后，启动马达，电门一启动，汽油泵浦在供油的时候，它这边出油孔立刻出油的这个现象已经把它处理好了。那当然，这个现象所造成的结果说，引擎是绝对发不动了，因为一定是怠速的时候供油量过大，那火星塞应该都是全部都被汽油淹掉了，根本发不起来。那大哥现在第一个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来做它未处理前的供油量的测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出油嘴大哥已经用纸张把它这个油位都已经把它擦干，让它比出油孔低一点，这样我们才能看得出来它到底有没有在出油。好 ，OK， 大哥来启动电源。OK， 我们来启动电源，我们来看一下。这出油孔目前是没有出油的。我们再近一点看，目前并没有跟刚刚一样一直在冒油了。好。那什么时候才会出油呢？引擎发动的时候呢，因为有负压吸这个侧流板，那侧流板的负压往下拉动这个侧流板，然后才会带动顶针，使得它开始供油。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才应该要出油，这个时候才应该要出油。那如果引擎没有转动，它根本没有负压，它根本不应该出油的。好，我们现在把用纸张把它擦干，我们再来看一下，确认一下它是没有在出油的状态，我们才能够做下一步的测试。OK， 好，油没有再出来了，因为侧流板没有压动，电源也是在开启状态的。OK， 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大哥现在要加油了。OK， 好，这个是正确的。接着我们下一个就要开始测试。它在还没有整修之前的出油量的状况。大哥现在已经把这个油管全部接上去了。那大哥接上去的这个油管总共有6支。那我接上去的油管的编号是从这边开始，1、2、3、4、5、6。但是这个是跟车上实际上的接的喷油嘴的顺序是不一样的。那喷油嘴的顺序其实我印象中应该这是第一缸13265465465吧，好像是这样子。那但是当大哥现在接上去的是从这边开始1234556 ，OK。那以280的这个喷油盘，它的全油门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它是应该在150到170之间。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这颗喷油盘，目前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好，大哥现在已经把定时器设定好1分钟。好，我打开电源。我们的目标是1缸的出油量应该是在150到170之间。我们先来看看它还没有整修之前，我刚接到手它的出油的状况。OK， 我打开电源了。好，打开定时器，开始。好，我们现在来做全油门的测试。在大哥的机台上面，280这颗引擎就是 M110这颗引擎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应该落在150到170之间。这当然是以大哥的机台的标准当然在其他的测试环境当然是可能会有点落差。
那这个是以大哥的机台的标准所做出来的，应该在150到170之间。我们现在来看看，我在还没有整修分油盘、还没有校正这个加热阀之前的状况。好，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子当时到底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的出油量在125，第二缸120，第三缸120，第四缸130，第五缸125，第六缸130。那跟大哥所要求的150到170之间是有落差的。那这代表说，它这个分油盘在还没有整修之前，加热阀还没有校正之前，它的供油量是不足的。也就是说，供油会过稀，车子是马力不足的。那当然是因为分油盘阻塞了，然后它加热阀也没有校正。因为久了之后，用了30多年的老车，它整个油路都会被汽油胶堵住了。那这个是所有车的通病。那我们如果整修过之后呢，至少应该还会有20万公里的这个堵塞寿命吧。OK， 好，那接着大哥就要来整修这个分油盘，再来校正这个插压阀，好使我们的目标达到1分钟的出油量，全油门应该在150到170之间。好，等下回分解了。